年纪大了浑身是病。医生，身体这4个表现是正常衰老，不必太担心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许多人会开始感受到身体的种种变化，从力不从心的疲惫到夜不能寐的长夜，这些变化常常让人感到焦虑和无助。在社会广泛流传着一种观点，年纪大了浑身是病。然而，医生却告诉我们，许多所谓的病症实际上是老年人正常生理衰老的一部分，不必过分担忧。通过了解这些衰老现象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区分何为疾病，何为自然老化过程，从而以更科学的方式应对。老周的转变，老周的日子似乎一夜之间就变了样。他年过70，一直自诩为健康的老人，直到他开始注意到自己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活力，腰背开始发僵，走几步路就喘，每天晚上睡不着觉，日复一日，总觉得自己身体里藏着未爆发的病痛。这天，社区中心组织了一场健康讲座，主题是老年人的常见健康问题及其预防。老周本着试试看的心态，拄着拐杖去了。社区中心的小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，老周挤进一个靠后的座位，等待讲座的开始。讲座由一位中年医生主讲，他是魏大夫，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中医。魏大夫穿着一身整洁的白大褂，眼睛透过眼镜底下和蔼地扫视着坐在下面的老人们。大家下午好，我是魏大夫。今天我们来聊聊老年人常见的几种身体状况，这些可能大家都有所体验。魏大夫的声音平和而清晰，他首先提到了老年疣，老年疣或者大家常说的老年斑，医学上称为脂溢性角化病，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良性皮肤病变。老周突然间感到一阵轻松，原来他手背上那些斑点只是普通的老年疣，不是什么严重的病。接着，魏大夫谈到了骨质疏松，这是老年人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骨密度会逐渐减少，这就需要我们注意日常的钙质摄入和适当的日晒。老周记下了这些，想着自己是否应该调整饮食习惯。然后是关于排便困难的讨论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很多老年人会有排便困难的问题，我建议大家多吃些富含纤维的食物，比如木耳、芹菜等，这些都能帮助肠道蠕动。老周回忆起自己的饮食，确实是少了蔬菜水果，也许这就是他便秘的原因。最后，魏大夫讲到睡眠问题，很多老年人都会感觉到睡眠时间减少，这也是正常的生理变化，但我们要保证睡眠的质量，避免晚上频繁醒来。讲座结束时，老周走向魏大夫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魏大夫，您今天的讲座对我帮助很大，我回去一定调整生活习惯。魏大夫点了点头，微笑着说：老周，这很好，保持积极的心态，适当的调整，相信你可以继续保持健康的生活。从那天起，老周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饮食与生活方式，他按照魏大夫的建议，每天坚持走动，增加了奶制品和蔬菜的摄入，还加入了社区的晨练小组。他的生活逐渐有了规律，虽然偶尔还会感到些许疲惫和不适，但他学会了如何在老年期管理自己的健康，不再让无谓的焦虑困扰自己的晚年。衰老的科学解读。随着老周在社区的健康讲座中获得了关于老年常见疾病的初步了解，魏大夫继续向在场的老年人解释老化的生理现象。这一次，他聚焦于几个特定的老年表现，帮助他们从科学的角度理解这些变化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关于老年人身体变化的4个具体点。魏大夫开始他的讲解。首先，我们来谈谈老年疣。魏大夫展示了一些老年疣的图片，这种皮肤上的小疣体，医学上称为脂溢性角化病，它们是良性的，通常出现在脸部、手背等部位。家族遗传、日晒和年龄增长都可能是导致这些疣体出现的因素。老周注意到，会议室里的一些老人开始交头接耳，显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类似的皮肤变化。接下来，魏大夫谈到了骨质疏松的问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骨密度会逐渐减少，这个过程中，骨形成的速度慢于骨吸收的速度，从而导致骨质疏松。他强调了预防措施的重要性。为了预防骨质疏松，非常重要的是增加钙质的摄入，比如通过饮用牛奶等奶制品。同时，适当的日晒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制造维生素 D，
这对骨骼健康极为有益。此外，老周听到魏大夫谈及增强体力的建议，还有定期进行如走路、游泳等负重运动，对防止骨质疏松也有很大帮助。第3点，魏大夫转向另一个常见问题——排便困难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新陈代谢减慢，消化能力下降，这常常导致排便困难。他建议改善这一问题，首先是要调整饮食，多吃高纤维食物，如蔬菜、水果和全麦产品，它们可以帮助肠道蠕动。老周记下了魏大夫推荐的一些食物，如木耳、芹菜、火龙果等。第4点，魏大夫讲解了老年人常见的睡眠问题。许多老年人会发现自己的睡眠时间变短了，这部分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睡眠模式会发生变化。他提醒老年人保持良好的睡眠卫生，确保睡眠环境安静、舒适，避免晚上摄入过多刺激性食物和饮料，这些都能帮助改善睡眠质量。通过这次讲座，老周和其他听众对老年期的身体变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，也学到了如何科学的应对这些挑战，使他们能更好的管理自己的健康。科普：应对老年生理变化的策略。在老周及其他社区成员了解了老年期常见的身体变化后，魏大夫进一步提供了针对这些变化的具体科普知识和应对策略，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这一人生阶段的挑战。首先，魏大夫强调了维持均衡饮食的重要性。他解释道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身体对营养素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，保证足够的蛋白质摄入非常关键，它有助于维持肌肉质量，预防肌肉流失。他建议老年人应该每天摄入适量的高质量蛋白质，如鱼、鸡、豆类和低脂奶制品。这些食物不仅能提供必要的营养，还能帮助维持体重和身体功能。接着，魏大夫讲述了适度运动的益处。定期的身体活动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。他解释，运动不仅可以增强肌肉和骨骼，还能改善心脏功能，提升整体能量水平。他推荐了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方式，如散步、太极和水中健身，强调这些活动既可以增强身体力量，也有助于提高心理健康和社会交往。此外，魏大夫还提到了社交活动的重要性。他指出，保持社交活动不仅可以减轻孤独感，还能激发大脑活动，预防认知衰退。他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活动，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。最后，魏大夫提到了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的必要性。定期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和处理健康问题。他说，这对于维持老年人的健康状态至关重要。通过这些具体的建议，老周和其他社区成员学会了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和生活方式调整，来应对和管理老年期的身体变化。这不仅有助于他们维持身体健康，也能保证他们在老年期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。结语：虽然老化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，但了解和接纳这一过程可以极大地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。通过合理的饮食调整、适度的体育活动、积极的社交参与以及定期的健康检查，老年人完全可以维持一个活力充沛、健康稳定的生活状态。最终，这些行动和认知的转变不仅仅是对抗衰老的策略，更是一种积极面对生活每一个阶段的生活态度。